哇，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这部电影叫做《K-pop 猎魔女团》，不只是一部娱乐性十足的作品，它是一面镜子，照见了偶像文化背后的压力与撕裂，也是一把刀，试图划破速食音乐时代的假象。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 K-pop 越来越短，越来越快，越来越像一场社群媒体的快闪秀？你是不是也曾经跟着某首歌洗脑哼唱，却1个月后连团名都忘了？真的，我们要谈讽刺，谈忧郁，谈音乐，谈真实，还有那些舞台下默默忍耐、强撑笑容、把饥饿当日常的偶像们。让我们一起打开耳朵，进入 K-pop 猎魔女团的剧情心得吧。大家好，我们是稀奇吧，准备好酒或饮料，一起到 City Bar Enjoy 吧。我是云溪，我是阿迪奇哥。哇，最近这个猎魔女团真的太红了，是到大家看了吗？哇，那个，可能这个很多人本来没有买这个 Netflix 可能就为了这个买有这么夸张吗？也不一定啊，没有说不定因为真的很好看，其实真的蛮好看，而且他的每一首歌都很好听。他哪一首最红啊？他那个 Golden 其实每首都蛮红的，对，但 Golden 是因为它的难度很高，所以大家就疯狂的 cover， 那个太高了。对，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听我的 cover。哇！但我不是唱歌啊，我唱不上去。但你有拉大提琴？对，我尝试了，但是没办法。然后在我们的另外一个频道也是同个名字吧，但没有 podcast。对，那希望大家可以也去订阅一下，多多支持。对，然后呢，今天是怎么样嘞？今天我们就是要来讲一下说这个电影啊，它有哪一些就是可以讲了好多这种地方。K-pop 我觉得不管是现状啊，或者是一些因为的确最近也有一些人在讲说 K-pop 的这音乐有点走下坡。其实下坡以外，我觉得还有一点是，就算他今天没下坡，他也有点卡住了。对，就是有遇到瓶颈的感觉。对，从我们这个 Super Junior 的这个 Sorry Sorry 起来，然后再慢慢的到这个 Big Bang， 然后再到 BTS 走向国际化，然后 Blackpink 啊这些连女团哇，女团他们都可以变成这种范已经是6代了嘛。5代，好像5代吧，5代还是6代，反正都有。6代是新一代。然后呢，就到现在还有 aespa 这么红。对，所以其实越来越发现说 K-pop 有一点走到了一个极致了。对，而且太多就是淋漓尽致的这个团有没有？是一直出来。又回到我们刚开始的 K-pop 的时候，其实小团体很多小公司，然后现在也变成又回到很多小公司，其实有些大公司反而式微了。对，所以说今天我们要探讨说，发现说这部电影是不是想要探讨一些关于 K-pop 现况呢？对，因为它现在走向国际化。对，所以然后也包含说，其实你会发现说，其实像 BTS 那时候很红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外国人其实是非常歧视他。对，刚开始就觉得说怎么都机器人，跳的动作都一样。这个后面也会讲到，而且好像要一点创作啊，一点这个都没有。这个后面我们也会讲到，就是关于说这个电影想带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主要会讲到6个统整的重点。那我们来第一个。为什么是女团而不是男团呢？的确，我那时候看电影想说，为什么一定是女团？对，所以呢，那时候就来想说分析一下，选择女团作为主角，不只是因为华丽好看，而是更深层的挖出了女性偶像的现实困境。怎么说？因为女性偶像长期以来是要承受外界更高的形象要求，对，他们要很瘦，对，然后就你看那个，你看有一点胖，像那个IVE的那个例子。对啊，哇，以前就肉肉的，那因为其实人家青春期婴儿肥对，大家出道的时候都很早，对啊，那他们那个脸呢，相对因为肉肉圆圆的嘛，因为小朋友的时候脸还没长开嘛，对，然后结果一直被骂，哇，所以你该说要减肥，很严格啊。其实也不止女生，其实男生也是，男生也被要求要6块肌，对，要有锻炼啊，对，所以其实都一样，但是因为其实也不是女团，其实一直以来女艺人都是这样子，没错。你看现在还很多故意要用生图。对，就故意要拍，就是你要完全没有滤镜，没有任何情况下去审视说这个女明星保养的怎么样。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很可怕。是的，对。然后呢，电影中提到他们为了撑起高强度所需要的体力，高强度演出所需要的体力，理应需要摄取热量，但现实呢却要求他们为了外形完美而极端的控制饮食。其实现实根本不是这样，他们还可以吃泡面。对啊，那个在电影里面还吃泡面。他们那个我还听说，我不讲哪间公司，他们是艺人有自己讲。说
会贴在墙上，告诉你这次是几公斤。其实我觉得好像很多公司都是这样。那压力很大对，直接告诉你几公斤对啊，对不对？然后就让你自己看说，你在荧幕上是这样子，那你自己就要注意。对，就是我觉得很严格，而且压力好大。所以它里面是这样演，其实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而且其实很多艺人呢，再累再饿啊，他也必须要维持这个营养摄取的这个表面形象。对，没错。就是像那个舒华前阵子的节目上就讲说，他们的那个行程，他们其实不只是他们的公司，其实每一间都一样，因为他们在打歌的时候，他们就一定要一直的去演出啊，让大家才会知道他们的歌。然后他们胖会被骂。对，然后胖会被骂，但是他们又要高强度的这样子的行程，所以很多人就生病，或者是他就累倒了。对，然后呢，就是这个就反映出台前光鲜亮丽的背后是对身体与情绪的高压控制，进一步导致了健康问题与心理疾病的高风险，不能表露真情，只能维持人设、笑容与形象。这不就是现实中为什么那么多女偶像饱受忧郁症啊、躁郁症啊、恐慌症折磨的原因？所以就是其实也有讲到说，团体的形象与个人的自我相冲突，因为他们其实不能太展现出自我的个性。然后其实他们里面有演到，就是说你看他每次面对观众都 smile， 然后呢，因为正常来说韩团的女团，尤其也都一样，就是要韩团他说一个团体，那他就是没办法说展现，因为有个团体有个形象嘛，那他可能不是这种人。对，可是他又加入这个团体，他得面对外在的这个人设。可其实他心底不是这样的人，他的本质不是这样，因为他还是要以团体为主，所以他就变得有所冲突。但里面有演出，就是你看他好像被陷住牢笼一样，他面对外面的时候，他还是要笑的，还是要怎么样？所以他的心理压力是很大。而且他们不能吵架，对他吵架，马上被抛出去了。对，然后粉丝就觉得这个团是不是要解散了，还是怎样？所以我觉得压力真的非常大。对，那第二点呢？第二点就是口水歌与速食音乐的嘲讽。猎魔女团用一首名为《Soda Pop》的病毒式洗脑歌，狠狠讽刺了当今 K-pop 文化对于社群媒体演算法的依赖。对 ，TikTok 短影音文化让歌曲必须要在15秒抓住人，但这样的演变也让真正讲求艺术性的音乐被牺牲了。对，就变成说，我今天我想要保有我的艺术性，我就必须要花很多的时间、很多人力去做完一首歌。对，但是可能别人听一听就觉得听一听就过了。对，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人们就是有一点被养坏了。对，就是你看 short 那么多，你就是滑，速度很快。对，你只要5秒内没有抓住我的眼球，我就不要看了。不要说15秒。3秒钟没有抓住，3秒你就滑掉了，所以就会变成大家就会觉得那我就是要尽量的去做出一个很洗脑、很传唱度高，然后让人一眼就可以听了就很洗脑的歌。就变成说，你看像现在 K-pop 没办法像那个外国人，有些人10年出一张专辑。对，真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出团太多了，对，太泛滥了。变成说，今天不管是大公司小公司，只要他今天不赶快再出下一张专辑或下一张单曲，人们就忘记他了。对，他的热度下来了。那因为大家都 short 啊，都 reels 这种东西，所以大家像我自己也是啊。我有时候听这个团，然后想说，怎么好像其实才过半年，就觉得那怎么很久没看到他了？而且你知道以前呢，3年回归都很，以前那个3年回归就觉得还好，现在感觉半年没回归，觉得这个人是消失了，其实有一点夸张，我觉得就直接消失了，你知道吗？对，所以 K-pop 是不是也在探讨说呢？这部片有没有讲到说他成长到一种极限了？那他正在找一种出路，可是呢，但是要快速刺激浮夸的这个路线是否也在反噬他自己？没错。所以就是说，这个 K-pop 当下，他们可能是不是以前是外国人有在讲这个东西，现在是不是连韩国自己都在思考说，未来我们要怎么样再让 K-pop稳定下去，或可以更稳定的成长，这样子。是。那第三个呢？第三个就是这个恶魔里面剧中一个恶魔，他是不是等于病毒式的音乐？一直被砍，啪啪啪。对，就是剧中这个女团斩杀的恶魔，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某种这种现代音乐文化中为了流量放弃本质的趋势。因为像我们刚刚就讲到 Soda Pop 这首洗脑神曲，一唱就红，一唱就大家就记得，但是听了一段时间就忘记了。搞不好过了3年说，对，有那个很红，对，那个当年很红，对，那什么歌？那什么团？对，忘记了。就是这也让偶像们承受巨大的这种压力，还有更新的焦虑。是，不管是创作者、公司、偶像，都被迫参加这场快节奏的游戏，最终会走进一个资源耗尽、粉丝焦虑、创意枯竭的恶性循环。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恶性循环的 circle。对，而且我觉得他。恶魔的确是在反映这件事情，因为他就是专门是以人的灵魂为食物，所以他就是专门在吞噬人的灵魂。没错，所以他就是要一直去做这种很洗脑的歌，就让越来越多人上钩。上钩了之后，他就可以吸食这些人的灵魂。然后你看
这对于听众来说，他的确是灵魂被吸走了，他就是反正这首歌洗脑，然后我可以跟着跳，跟着唱，有流量就好了。然后到时候再下一首，我管你是哪个团体。对，没错。所以我觉得真的是现在其实人家也常常讲说忠粉越来越少了。对，你知道一两年不出专辑，忠粉就几乎跑光。以前其实不会这样哦。以前不会这样哦。以前的 BigBang 3年出一张专辑，还是一样一回来大回归。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越来越恶性循环，但是也希望他们可以改变啦。我觉得也是很值得反思的地方。是，那第4点呢？第4点就是韩国人对 K-pop 的反思与自嘲。长期以来 ，K-pop 常被外国人批评像机器人化、标准化，像刚刚奇哥讲的，像 BTS 啊、Blackpink 都逃不出这样的质疑。但这一次，电影中那种对女团如同工厂产品般的操控，其实像是在对 K-pop 产业本身开刀。这是一种韩国对自身文化的自我批判，我们是否也走得太远了？这种批判也可能是 K-pop 下一步创新转型的开始。是啦，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希望说，未来呢，不管怎么样，其实我也是老韩啦，所以其实对于这个东西，其实我也是有一些感受。我觉得，但我觉得其实时代的演变，因为这个也。其实也跟社群媒体有关系。我觉得这超矛盾，因为你要说，其实这种东西其实就是 K-pop 的特色。是。对，但是太多了之后，又好像又泛滥。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要抓对。不过其实也有人反思说，其实这也是一种市场机制。因为其实呢，我也是老韩人了嘛，所以其实我们也是经历过 K-pop 整个从刚开始没几个团，几大公司而已，然后后来又整个蓬勃发展之后，大家结果又泡沫就是完全新团都红不了。可是我觉得这反而是然后又回归到大公司，然后现在又回来了，所以可能又是市场机制，可能又太泡沫之后又下去。因为我觉得它这个会让大家去统整，然后去反思，然后之后再去做一个更好的一个规划。对，那再来第5个就是女主角留下的疤痕，因为她最后还是留下她那些她过去觉得很羞辱的疤痕，对，表示说她觉得真实的自己是存在的，因为她最后有说，其实她主要里面是分2个派别嘛，一个是恶魔的派别，对，然后一个是我忘记那叫什么，那是魂门吗？反正他们就是魂门，对，一个是什么正义的化身吧，他就觉得要把一切不好的砍掉，而重点是因为这个女主角她就有点小剧透啦，这女主角她其实就是恶魔跟这个好的混血的，还是混血的，对，所以从小她就被那个她的那个阿姨啊，就说要遮住这些伤疤，你要遮住她。对，那最后女主角就觉得很闷呐，为什么我每次都要不给别人看？我们要面对自己，对，我不能做我真实的自己。对啊，她觉得这个魂门其实也只是把不好的地方遮起来而已，她不去逃避它。这个魂门就是这样子，对，她没有去面对它，对，所以最后女主角她选择去面对这件事情，对，她要去面对它。所以呢，在这个所有事情呢，都可以做这个修图啦、修音啊、修剪的时代，这个偶像本我其实会让大家觉得越来越重要，但是相对的，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好像反而越来越模糊了。对，所以这个伤疤其实我觉得啦，这是我们的自己的想法、心得嘛，觉得这是一种提醒啊，不要说让外在的包装啊遮蔽了自己内心的最本质的声音啊。所以现在这偶像文化最大的危机就是什么？有时候其实包装太多。太不真实，就像我们之后有可能会 po 了一些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偶像他犯罪，对，那可能那个应该在之前就 po 了，对，之后，对，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你有时候包装的太真实，太不真实的话，那因为偶像毕竟是人，还是人嘛，对，他不可能说他不会犯了一点小错，你看像那个 BTS 那个苏嘎，不是就喝酒，然后骑滑板车就被说他骑个滑板车就被骂了，对，还被人说你永远都不要出来。对，我觉得就是对于粉丝来说，其实这些东西也要稍微。不过我觉得就是严重度，当然就看个人，我们也不去讲说。对啊，这个我也没办法去说什么。对啊，只是我们想要去探讨，就是说，其实偶像就是被包装的太过。所以有时候犯了一点点错，就真的太圣人的模式，一点错就不行，大家就受不了。对。那有些粉丝又护航的要死。对啊。OK。好，在第6点呢？对，第6点就是说，男主角他前世啊被这个金钱迷惑，然后500年，是因为他跟恶魔做了交易，所以这500年他就。必须得为恶魔办事情，所以他的心魔就无法消除。但他最后呢，他却选择用牺牲自己的方式给予女主角力量。对。然后我就看到很多人就说啊，为什么男主角就一定要死呢？那其实其实我觉得他死的是这个剧情这样子是对的啦。是吗？因为他做的太多坏事啊。
因为他也杀过很多人了。对啊，所以他必须得做这件事情，才能去消除他的业障嘛。对，就是他，可能对于他自己心里舒服了。对，因为你看他最后讲的是说，你那个女主角让他找回了灵魂，所以其实他看似是牺牲，其实他是灵魂的救赎。他被这恶魔的这个王啊，他被困住了500年，好痛苦啊。对，他终于可以，你就算我也舒服。对，然后最后他们呢，他被烧掉之后呢，这个灵魂跑到这个女主角的灵魂身体里面，对，帮助他一臂之力，一刀砍死恶魔。哇，厉害！对，就是这个就大家去看，如果还没看去看啊，看了就知道我们在讲什么。OK， 反正这个就是除掉说偶像如果只是想赚钱，最终也是会迷失自己。其实你最后会被钱迷失啦。所以如果你今天不管是，其实很多人可能讲偶像以外，其实很多是讲经纪公司为了赚钱去压榨艺人。对。然后艺人呢，可能有一些他心态本来就是进入这个行业就是想赚钱，那可能说不定最后也会迷失自己。所以其实呢，最好的方式就是专注在自己的什么？艺术及专业身上，对，还是要专注在自己的本质上面，会比较不会被迷失。所以呢，第7点这个总结与这个，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总结啊。它这部电影看似是一部很轻松励志的娱乐爽片，但其实我们认为它是一个 K-pop 产业的一个告解，也是一次的警钟。它提醒我们说，音乐不该只是流量的工具，偶像不该只是商品的外包装。当我们习惯了15秒短影音快感时，是否也逐渐失去欣赏一首完整作品的能力？是，它让我们重新思考偶像的真实价值是什么 ？K-pop 的下一步要走向哪里？对，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就是说，不管是对于艺人、偶像、经纪公司，或对于一般我们作为一个观看者，或者是粉丝，或者是网络的流量者，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我们去思考的东西。最后呢，我们要来一个结尾的互动提问。你认为现在的 K-pop 真的还保有音乐的灵魂吗？还是我们都被 Soda Pop 式的速食娱乐给吞噬了呢？留言告诉我们。那下集再准备好酒或饮料，一起到 City Bar Enjoy 吧。我是云溪，我是阿迪奇哥，我们下集见，拜拜。